你有没有在某个失眠的夜晚，半梦半醒之间摸到自己的脸颊，忽然被那2道深沟吓了一跳？早晨梳头，镜子里的法令纹像2道干涸的河床，从鼻翼直直地垂下去，怎么遮也遮不住。很多人告诉自己，这是岁月不饶人，是胶原蛋白流失，是人到中年的必然代价。还有人拼命涂抹昂贵的精华液，去做各种提拉，指望把这痕迹抹平。但我今天要跟你说一句实在话，一句话你可能不太愿意听，却不得不面对的真话。人到50，法令纹越来越深，从来不是皮肤松弛那么简单，从来不只是衰老。那2道沟壑是你半生心境的投影，是你内心念头账本上一笔一笔刻下的能量刻度，是你几十年来所有情绪、所有心念在脸上留下的物理印记。我们老祖宗讲相由心生这4个字，不是迷信，而是最朴素、最透彻的身心智慧。你的心是你身体的主宰，你的念头是你气场的源头，而你的脸就是你心境最诚实的镜子。很多人花大把的钱在脸上做文章，却从来没有想过个真相。法令纹的根源从来不在皮肤表面，而在你的心里。那些你藏在心底的焦虑、抱怨、执念、委屈，那些你日复一日吞下的负面念头，那些你无法释怀的纠结与不甘，就像一把无形的刻刀，在你不经意间把你的法令纹一刀一刀刻深。我见过很多50岁左右的人，有的人面容舒展，法令纹很浅，哪怕有，也带着一种温和的弧度，让人一看就觉得从容平和。而有的人年纪并不大，法令纹却深而直，像2道深深的沟壑，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与疏离。这2种人最根本的区别，从来不是护肤品的好坏，不是天生肤质的差异，而是心境的不同，是气场的差异，是半生念头累积的不同结果。你以为的衰老，其实是你半生负面念头的记账。你以为的法令纹，其实是你内心能量褶皱的外在显化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在悄悄刻深你的法令纹？我们往下讲。首先你要弄明白一个核心问题，法令纹到底是什么？从生理上说，它是皮肤组织松弛、肌肉收缩形成的褶皱。但从身心观念的角度看，它是你长期心理暗示与生理反射累积的结果，是你面部肌肉记忆的外在体现。你的每一次皱眉，每一次抿嘴，每一次撇嘴，每一次咬牙切齿，每一次压抑情绪，都在让面部的肌肉处于紧张状态。久而久之，这种紧张就形成了肌肉记忆，就像长期弯腰的人背部会习惯性的弯曲一样。你的面部肌肉长期紧张，就刻下了深深的褶皱。为什么法令纹在50岁前后会变得越来越明显？因为50岁正是你前半生情绪念头的集中显化期。前半生你为生活奔波，为家庭操劳，为名利追逐，经历了太多风雨、委屈、纠结和不甘。你把很多情绪压在心底，不愿意说，也不愿意释放，以为这样就是成熟，就是坚强。可你并不知道，那些被压抑的情绪，被忽略的念头，从来不会凭空消失。它们像一个个能量垃圾，堆积在你的心里，影响你的心境，影响你的气场，最终通过你的面部肌肉刻成深深的法令纹。我举个例子，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。当你遇到烦心事，心里焦虑不安的时候，你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，抿紧嘴角，甚至会下意识地咬紧牙关。
这时候你会感觉面部两侧的肌肉紧绷，久而久之，这种紧绷就在法令纹的位置形成深深的沟壑。再比如那些喜欢抱怨的人，每天都在抱怨生活的不公、命运的不幸，他们的嘴角总是向下撇，面部两侧的肌肉长期处于下沉的紧张状态，法令纹自然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宽，整个人也显得格外憔悴阴郁。还有那些执念很重的人，对某件事、某个人总是放不下，反复纠结，反复内耗。这种长期的内耗让他们的心神不宁，面部肌肉始终紧张，法令纹就像两道执念线深深嵌在脸颊上，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。相反，那些心境开阔、从容平和的人，很少焦虑，很少抱怨，很少内耗，对得失荣辱都能看淡，面部肌肉始终放松。哪怕到了50岁，法令纹也会很浅，带着一种温和的弧度，整个人显得格外有气场，有韵味。看到这里，你不妨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法令纹，它是浅而舒展，还是深而紧绷？你的法令纹里到底藏着怎样的念头和情绪？接下来我拆解3种最容易刻生法令纹的心境。第一种，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焦虑缠身，心神不宁，这是刻生法令纹的头号杀手。人到50，肩上的担子依然很重，上有年迈父母需要赡养，下有成年子女需要牵挂，还有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退休后的迷茫和不安。很多人每天活在焦虑里，担心父母的身体，担心子女的工作，担心自己的养老，担心身体越变越差。这种焦虑就像无形的压力，时刻笼罩着你，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。长期的焦虑让神经始终紧张，你不自觉地皱眉抿嘴，面部两侧肌肉持续紧绷，法令纹就在这种紧绷里一天比一天深。我认识一位老朋友，今年51岁，年轻时做生意风风火火，什么都要争第一。可到了50岁，生意受挫，身体也不如以前，他变得格外焦虑，每天都在担心未来，担心家人。我每次见到他，都发现他眉头紧锁，嘴角下撇，两侧的法令纹深得能夹住根手指。他自己也很苦恼，每天涂抹昂贵的护肤品，却无法阻止法令纹加深。后来我和他聊，他才明白，不是护肤品没用，而是他的焦虑心境一直在刻生法令纹。这种焦虑本质上是一种失控感，我们害怕失去，害怕不确定，害怕无法掌控未来，所以陷入无尽的焦虑。而这种焦虑不仅刻生法令纹，还影响你的身体和气场，让你越来越疲惫，越来越阴郁。你要知道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很多事情其实已经尘埃落定，与其陷入无尽的焦虑，不如学会接纳，学会放下。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让心境越来越差，法令纹越来越深，生活越来越糟糕。如果你也正被焦虑困扰，想要慢慢放下这份不安，不妨在评论区留下心定气和，既是给自己的期许，也是与平和心境共振的起点。第二种心境，抱怨不断，怨气缠身，这是刻生法令纹的隐形刻刀。人到50，经历了半生风雨，难免会遇到不公平的事，受委屈，遇到不满意的人。很多人遇到这些事的时候，习惯性的抱怨命运不公，抱怨别人的不理解，抱怨家人的不体贴，抱怨生活的艰难。他们把抱怨当成情绪的释放，以为抱怨完心里就舒服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
抱怨是最消耗能量的情绪，是最伤人伤己的念头。每一次抱怨都是在给自己心里添堵，是在给气场赋能，是在给脸上的法令纹再刻一刀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喜欢抱怨的人大多面色憔悴，法令纹深，嘴角下垂，整个人带着一股怨气，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抱怨，都在关注负面信息，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，心境像一片阴云，始终散不去。我有位邻居，今年58岁，退休在家，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和小区的老人们抱怨，抱怨子女不孝顺，抱怨老伴不体贴，抱怨身体不好，抱怨社会不公，每天一见面就是各种抱怨，语气里全是委屈不甘。他的法令纹深得惊人，从鼻翼两侧一直延伸到嘴角，像2道深深的沟壑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。他也常常感慨自己怎么老得这么快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正是自己日复一日的抱怨，点点刻深了自己的法令纹。抱怨本质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，你把自己当成受害者，把不幸归咎于别人和命运，却从没想过自己的心态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。人到50，应该学会感恩，学会包容，学会看到生活中的美好。与其抱怨，不如改变心态；与其抱怨别人的不理解，不如学会换位思考；与其抱怨命运的坎坷，不如学会笑着面对。当你停止抱怨，当怨气散去，当你的心境变得平和豁达，你会发现面部肌肉慢慢放松，法令纹也慢慢变得舒缓，整个人越来越有气场，越来越有韵味。除了焦虑和抱怨，还有一种心境最容易被忽略，却也最容易刻深法令纹就是执念太重，无法释怀。这是刻深法令纹的致命推手。人到50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往和遗憾，都有放不下的人和事。有的人为曾经的名利耿耿于怀，有的人为过去的恩怨无法释怀，有的人为逝去的爱情念念不忘，有的人为子女的未来过度牵挂。这些执念像根根绳子，紧紧束缚住你的心灵，让你无法从容，无法洒脱。长期的执念让心神始终处于内耗状态，你反复回想过去的事情，反复纠结于无法改变的遗憾，反复牵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。这种内耗让情绪低落，面部肌肉紧张，久而久之，法令纹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明显。我认识一位老教授，今年62岁，学识渊博，德高望重。可他这一生有一个无法释怀的执念。年轻时因为一次机会错过，没有评上心仪的职称，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，纠结了一辈子。哪怕到了晚年，他依然常常提起，语气里全是遗憾和不甘。他的法令纹又深又直，像2道刻痕，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执念和疲惫。他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好，可就是无法放下，无法释怀。其实人到50，应该明白，人生本就没有完美，遗憾是人生的常态。过去的事，失去的东西，无法改变的遗憾，再纠结再执念也回不去，反而只会让心境越来越差，法令纹越来越深，晚年生活越来越痛苦。执念本质上是一种接纳，接纳自己的遗憾，不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不接纳生活的无常。人到50，要学会接纳，学会放下，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执念，那些无法改变的遗憾，那些不必要的牵挂，让自己的心境变得从容、洒脱、平和。
当你放下执念，当你学会释怀，当你的心灵得到解脱，你会发现面部肌肉慢慢放松，法令纹慢慢舒缓，整个人越来越从容，越来越优雅。如果你也有放不下的执念，渴望释怀的力量，请在评论区留下释怀从容。每一次留言都是一次与自己的和解，也是在滋养你的心境。看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我已经50岁了，法令纹已经很深了，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？有没有办法通过修心舒缓法令纹，改善心境，让自己变得更从容，更有气场？当然有。接下来我分享3个极简的生活练习，不用花钱，不用费时间，每天坚持就能慢慢舒缓法令纹背后的能量褶皱，改善你的心境，提升你的气场。第一个练习叫做心念清零法，每天10分钟，清空负面念头，滋养你的心境。法令纹是半生念头累积的结果，想要舒缓它，就得从清理念头开始。很多人每天被焦虑、抱怨、执念、委屈这些负面念头困扰，它们像能量垃圾堆积在你心里，刻深你的法令纹。这个心念清零法很简单，每天睡前花10分钟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让自己的心神安定下来，然后慢慢梳理自己当天的念头，把那些负面的、不好的、消耗自己的念头一找出来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些念头都是过客，不是真实的我。我选择放下他们，我选择清空他们。比如今天你因为子女的事感到焦虑，你就告诉自己，焦虑是无用的，子女有自己的人生，我无法掌控，我选择放下焦虑，祝福他们。比如今天你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感到委屈，你就告诉自己，委屈是消耗自己的，别人的看法不重要，我选择放下委屈，做好自己。比如今天你因为过去的遗憾感到执念，你就告诉自己，遗憾是人生的常态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我选择放下执念，珍惜当下。这个练习的核心不是强迫自己忘记，而是学会接纳和放下接纳自己的负面念头，抗拒、逃避，然后慢慢放下它们，让你的念头账本变得干净、清爽。每天坚持10分钟，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负面念头越来越少，心境越来越平和，面部肌肉也越来越放松，法令纹慢慢得到舒缓。我要提醒你，心念清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它需要耐心和坚持，就像种地一样，每天用心浇灌才能长出庄稼。第二个练习叫做口德养气法，管好你的嘴，言语温和，滋养你的气场。我们常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其实口德不仅影响人际关系，更影响你的心境、气场和面部状态。很多人法令纹身，就是因为口德不好，喜欢抱怨、指责、攀比、说闲话。这些不好的言语不仅伤害别人，还消耗自己的能量，刻深自己的法令纹。人到50，要学会三缄其口，学会用温和善意的言语对待身边每一个人。这个练习有3个核心。第一，抱怨。无论生活多不顺，家人多不理解，自己多委屈，都不要轻易抱怨。抱怨只会消耗你的能量，让你的心境越来越差，只会刻深你的法令纹。与其抱怨，不如沉默接纳，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。第二，不指责，不要轻易指责别人，评判别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难处，你没有资格站在高处指责别人，轻易指责别人，不仅伤害感情，
还会让你的心态变得狭隘，气场变得负面。第三，多赞美，多感恩。每天试着去发现身边的美好，去赞美身边的人，去感恩拥有的一切，赞美家人的付出，感恩家人的陪伴，赞美朋友的真诚，感恩朋友的帮助，赞美生活的美好，感恩生活的馈赠。每一句真诚的赞美，每一次发自内心的感恩，都是正能量，都在滋养你的心境和气场，让你的面部肌肉变得舒展温和。比如早上起床看到老伴准备的早餐，你可以说一句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看到子女发来的关心信息，说一句谢谢你，妈妈很开心，你长大了。看到邻居帮忙，说一句太麻烦你了。非常感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话，却像一缕缕阳光，既改善你的人际关系，又在无形中滋养你的心境，舒缓你的法令纹。第三个练习叫做静气安神法，每天3分钟，安定心神，舒缓面部肌肉。人到50，很多人法令纹身，不仅因为负面念头和坏口德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心神不定，气血不畅。你的心神就像身体的总开关，安定则气血顺畅，面部放松；不定则气血不畅，面部紧张，法令纹加深。这个练习很简单，每天晨起或午后，花3分钟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保持身体端正，闭上眼睛，专注于呼吸。吸气时慢慢感受气息进入喉咙，经过肺部扩散到全身。呼气时慢慢感受气息从全身汇聚，经过肺部从鼻腔呼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感受你的面部肌肉慢慢放松，感受法令纹像冰块一样慢慢融化。不要想任何事情，如果念头冒出来，抗拒，不逃避，让它自然来，自然去，然后继续专注于呼吸。这个练习的核心是专注和放松，让心神安定，让身体放松。每天坚持3分钟，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安定，气血越来越顺畅，面部肌肉越来越放松，法令纹慢慢舒缓。我有一位学生，今年54岁，以前心神不宁，焦虑缠身，法令纹很深，整个人很憔悴。后来我让他每天坚持这个静气安神法，3分钟从不间断。3个月后变化非常明显，心神安定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烦躁，面部肌肉放松了，法令纹舒缓了很多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，也更有气场，更从容了。他自己也很感慨，没想到这么简单的练习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。其实这个练习本质上是一种修心的方式，通过专注呼吸，安定心神，让内心变得平和，让身体变得放松。这3个练习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厚的国学智慧，蕴含着身心关联的核心密码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修心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没有法令纹，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从容、更体面、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。什么是真正的体面？不是拥有多少财富、多少名利、多年轻的容貌，而是拥有一颗平和、从容、洒脱的心，拥有一种从容不迫、优雅得体的气场，拥有一张舒展、温和、有韵味的面容。很多人执着于消除法令纹，追求年轻容貌，本质上是一种恐惧衰老，恐惧失去，恐惧被别人嫌弃。但他们不知道，衰老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，法令纹是无法逃脱的岁月痕迹。我们能做的不是抗拒衰老，而是通过修心让自己的心境变得从容，
当你的心境通透干净，哪怕法令纹还在，它也成了你半生修行的见证，透着一种从容，一种温和，一种韵味。50岁的美不是年轻的美，不是精致的美，而是心境的美，气场的美，是从容的美。这种美无关容貌，无关年龄，无关财富，它源于你的内心，源于你的修行。修心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容貌，而是为了改变心境，从来不是为了追求年轻，而是为了追求从容，从来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而是为了放下什么，放下焦虑，放下抱怨，放下执念。当你做到了这些，你就会发现法令纹不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，它见证了你半生的风雨和成长。最后，我给大家一句打卡金句：愿你每天坚持把修心融入生活，心无褶皱，面无沟壑，半生修心，一生从容。请在评论区留下这句话，打卡修心，也留下你的感悟和期许。你来说说看，法令纹深处藏着你最多的是焦虑、抱怨，还是放不下的执念？你准备好从今天开始，用这3分钟的时间，为自己的心境和面容松松土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让修心的路有更多人陪你一起走。但是我必须要补充更多，因为上面这些内容离1万字还差得很远。真正的修心不仅仅是3个练习那么简单，它需要你从骨子里改变对生活的看法，需要你重新认识自己，认识世界。下面我再展开讲一讲，如果你愿意听，我就把更深的道理讲给你。很多人之所以无法摆脱焦虑，是因为他们把安全感建立在外在的东西上，金钱、地位、子女、健康。可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，随时可能失去。当你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些无常之上，你注定会焦虑。真正的安全感只能来源于你内心的笃定，来源于你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。你要明白，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2手空空，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暂时借用的。父母、子女、伴侣、朋友都是生命旅途中的同路人，有相聚就有分离，身体健康也都遵循成住坏空的规律。当你真正接受无常，你就不会再为失去而恐惧，不会再为未来而焦虑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恰恰是这种残酷的真相能给你最深的自由。当你不再执着于永恒，你就能在每一个当下安心地活。你的面部肌肉会慢慢松开，法令纹不再因为紧绷而加深，反而会因为你内心的放松而变得柔和。再说抱怨，抱怨的本质是一种推卸责任，你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，把过错归于外界，这样你就不用面对自己的无力感。但你要知道，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它只会让你越来越无力。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遇到过不公，而是遇到不公后依然选择积极面对。我认识一个阿姨，55岁，年轻时丈夫出轨离婚，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。后来孩子去了外地工作，她一个人住。很多人觉得她命苦，可她从不抱怨。她每天早起练太极，去社区做义工，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笑容。她的法令纹很浅，带着向上的弧度，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有福气。我问她为什么能做到不抱怨，她说抱怨有什么用呢？我改变不了过去，但我可以决定怎么过好剩下的每一天。你看，这就是心境的差异。当你停止抱怨，你就把力量拿回到了自己手里。你的面容会因为你的积极而舒展，
你的气场会因为你的正能量而强大。还有执念，执念往往源于不甘心，源于对完美的追求。但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，接受不完美才是成熟的标志。你放不下过去的某个遗憾，是因为你觉得如果没有那个遗憾，你的人生会更完美。可你错了，即使重新来一次，以你当时的认知和条件，你大概率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所以不存在完美的选择，只有当时最好的选择。接受这一点，你就能放过自己。放下执念也不是要你忘记过去，而是让你不再被过去束缚。你可以把那些经历当作故事，当作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但不要让它成为你现在的枷锁。当你的心里不再有那么多放不下，你的眉头就会舒展，你的嘴角就会上扬，你的法令纹就会从一道刻痕变成一条笑纹。另外，我还想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：睡眠和呼吸。长期睡眠不足会让面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修复，加速法令纹的形成。而呼吸浅处，用嘴呼吸，会让面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。所以修心之外，也要注意调整生活习惯，保持规律作息，练习腹式呼吸，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氧气和休息，面部肌肉才能放松。而且当你的心境平和了，你的睡眠质量自然也会提高，这是个良性循环。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口业，你每天说出去的话都在塑造你的气场。言语温和的人，脸上自然带着和气；言语刻薄的人，脸上会凝聚戾气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注意你的每一句话。如果一句话说出来会伤害别人，就别说；如果说出来是抱怨，也别说；如果说出来是批评指责，也尽量换成建设性表达。你可以在心里默数，每天说多少句正面的话，多少句负面的话。当你刻意去调整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温和，别人也越来越愿意接近你，你的面容也会因此变得柔和。最后，我想讲讲养生先养心的道理。中医讲心主血脉，其华在面，面部气血是否畅通，直接反映心的状态。心有郁结，则气血瘀滞，面色晦暗，法令纹加深。所以任何外在的保养都比不上内心的修炼。你花1万块钱买面霜，不如花10分钟静坐。你去做一次医美，不如读一本好书，听一首好曲，约好友谈心。真正的年轻是内心的年轻。当你对世界保持好奇，对生活保持热爱，对他人保持善意，你的眼睛里会有光，你的脸上会有笑，你的法令纹会被这种光芒融化。为了让你更直观的理解，我再讲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我有一位读者，今年58岁，退休前是某单位的领导，管理几千人。退休后他很不适应，觉得失去了价值，每天焦虑抱怨，法令纹越来越深，还得了高血压。后来他听了我的建议，开始每天抄写心经，练习静坐，还去老年大学学书法。半年后他给我发照片，法令纹明显变浅，整个人精神焕发。他说，以前我总想控制别人，现在我只想控制自己的心。放下权力后，我才发现生活原来可以这么轻松。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修心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哪怕你已经50岁、60岁，只要开始修心，你的面容就会慢慢变化。当然，修心不是1天2天的事，你需要有耐心，像照顾一盆花一样照顾你的心。每天10分钟的心念清零，每天管好自己的嘴，每天3分钟的静坐，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日积月累，
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。3个月后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容易生气了；半年后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从容；1年后，你会发现自己脸上的法令纹比以前浅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身心合一的科学。除了上述3个练习，我再给你一个额外的建议记录感恩日记。每天晚上写下3件让你感恩的事，哪怕很小，比如今天天气很好，老伴给我倒了杯水，路边的小花开了。坚持写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注意力从负面转向正面，心境逐渐阳光起来。你的面部肌肉会因为这种积极的心境而放松，法令纹也会变得越来越浅。我还要提醒你，不要和别人比较。有些人60岁了，脸上光滑如少女，那是因为人家基因好，或者做了医美。你没必要羡慕别人，更没必要因此焦虑。每个人的修行不同，每个人的道路不同，你只需要和昨天的自己比，看看今天是不是少了一些焦虑，多了一些从容。哪怕法令纹还在，只要你内心安宁，那它就是岁月的勋章，不是衰老的标记。最后，回到开头的问题，法令纹深处藏着你最多的是焦虑、抱怨，还是放不下执念？也许3者都有，但没关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完全有能力改变。你可以从今天睡前开始做10分钟的心念清零，可以从明天早上开始对老伴说一句谢谢你，可以从午休时开始静坐3分钟。这些小小的行动就是改变的开始。当你坚持1个月，你会看到效果；当你坚持1年，你会惊喜于自己的变化。记住，你的心决定了你的脸，而不是你的脸决定你的心。心无褶皱，面无沟壑，半生修心，一生从容。如果你愿意，请在评论区留下心无褶皱，面无沟壑作为你修心的起点，也欢迎分享你的感悟困惑，我会在未来的内容中继续为你解答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到那时，我希望你已经走在修心的路上，法令纹越来越浅，内心越来越安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会带来更多关于修心养面的内容，包括如何通过饮食、按摩、呼吸法进一步辅助，但最重要的始终是修心。无论你现在的法令纹有多深，只要你肯开始修心，就一定会有改变。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